我们看到主角又是那种实力不成熟却充满行动力，结果闯祸要大家收烂摊子的设定时，心里会不会突然涌现出一股疲倦感，甚至有一点想要转台呢？前阵子呢，在限动跟大家讨论，发现很多人提到现在我们很难撑过主角初期的磨合期。更有趣的是呢，大家排斥的并不是笨拙，而是那种似乎没有汲取教训而不断重复同样失误的循环。这让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以前那种热血笨蛋是希望的象征，但在现代的观影体验中呢，却容易变成压力的来源呢？是因为我们变冷漠了，还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已经帮太多雷包收过烂摊子，导致我们对于成长路径跟行为责任的期待早就已经产生了改变？我们不要求主角一出场就满等，我们想要看到的是成长，而不是原地踏步持续消耗。过去那一些经典作品，像是《珍珠美人鱼》的露雅，或是《梦幻游戏》的美珠，在当时的背景下呢，主角的单纯跟善良是故事最强大的力量。那时候的剧本逻辑呢，强调的是让人想要保护的特质。但如果把同样的模式放到现代，我们的代入感会产生一些变化。我们不再觉得主角闯祸很可爱，反而会更有感于那一些在背后默默支持甚至牺牲自己来收拾残局的伙伴们。我们会开始思考，这种单纯呢，会不会在无形中成了身边伙伴必须承受的重担？甚至连哆啦 A 梦的大雄呢，用现代视角看起来都有一点矛盾。虽然他在关键时刻很有勇气，但平日过度依赖道具，不愿尝试靠自己解决问题的循环，会让现代的观众产生一种如果你明明有实力变强，为什么不先负责的遗憾。讲到热血笨蛋，我一定要提一下小魔女哆瑞咪。主角哆瑞咪呢，早期常因为冲动或想要走捷径，用魔法搞出不少灾难。但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是这么爱她呢？因为这部作品呢，在处理心理转折上非常的细腻。哆瑞咪闯祸后呢，会后悔，会反省，但最打动人的是呢，他们绝对会想尽办法用自己的双手去弥补，而不是消极的等待奇迹。他们愿意对行为负责的热血，才是现代观众可以共鸣的关键。而不愿成为负担的自觉，在现代的运动竞技神作《排球少年》中也发挥到了极致。主角日向翔阳呢，初期也只有冲劲，没有技术。但他之所以不雷，是因为他从不把别人的包容当成理所当然。他最动人的时刻呢，不是扣球得分，而是他为了变强，甘愿在集训时当个球童。他在场边观察、思考，忍受不能上场的痛苦来修正自己的不足。他不要求队友迁就他的弱点，而是拼命让自己跟上团队的脚步。我想成为伙伴的战力，而非压力的觉悟，就是热血的现代标杆。这种审美冲击呢，在近期的一些作品中非常明显。像是魔法帽的工作室，虽然呢画面美得像是艺术品一样，但主角可可常常闯祸这件事，却在网络上引发了2极评论。在讲求后果自负的现代观影氛围下，看着可可呢因为单纯渴望而触碰禁忌，导致身边的人呢得承担风险救他，这种不知情的代价让很多观众反应看了心很累。毕竟呢，在现实中呢，我们可能都帮太多雷包收过烂摊子了。但我们是不是也对一个10岁的孩子有点太过严格了呢？有网友呢点出了一个心碎的细节，可可的妈妈并非死了，而是被冰冻起来了。这对10岁女孩来说呢，是唯一的救命稻草。也有精神科背景的网友去分析，面对亲手造成家人毁灭的巨大创伤，大脑呢会启动保护的机制。我们眼中的无知，其实是他为了不让自己崩溃，试图在废墟中活下去的求生本能。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难去共情这份脆弱呢？并不是因为可可不可爱，而是因为现代人过得太累了。处在高压跟讲求效率的环境里面，我们更渴望可以看到药师少女独语中猫猫那样冷静、务实，甚至可以预判麻烦的强大。比起陪着主角呢在错误中摸索，猫猫这种不给人添麻烦的掌控力，才是现代人在疲惫生活中最渴望的爽感。现在呢，这世代的读者已经习惯了像葬送的芙莉莲里面费伦那样子稳定且对专业有敬畏心的角色。即使呢是像金牌得主的主角小琪，虽然他起步比别人慢，但他展现了极高的心理素质。小琪面对挫折的反应是努力向上，而非停滞不前。他与教练明普路斯之间的信任是建立在我要用双倍努力来回馈你的栽培上。现代观众呢依然爱梦想，但我们更看重主角是否有不让身边人蒙羞的觉悟。有担当的善良才是真正能够跨越时代、打动人心的关键。其实呢，聊了这么多的角色，我心里面也有很深的感触。
因为呢，我以前在学校也是大家眼中那个热血笨蛋，那时候我念书真的不太行，后来呢，进了服装科，表现也常不如预期，甚至觉得自己做得一塌糊涂。但我一直有一个坚持哦，虽然我学得比别人慢，但我绝对不能没有责任感。我始终认为呢，笨拙的孩子需要的不是奇迹，而是希望。动漫里面那些最后找到自己位置的角色，曾带给我很大的鼓励。但我们在成长后也明白呢，笨拙只是能力暂时落后了。这类型的人呢，会因为知道自己的短处，而更努力的去珍惜别人的帮助。我们不爱热血了吗？或许我们只是对努力的定义变成熟了。以前的笨蛋主角教我们如何去爱、去梦想，现在的主角呢，则教我们如何在现实中负起责任。这些角色性格的转变，其实也记录了我们从那个单纯的孩子，变成一个可以扛起责任的大人。你心中有没有哪一个主角是让你觉得他虽然笨，但我真的很愿意陪他成长的呢？或者你有遇过那种让你看到想要转台的雷包吗？欢迎跟我一起聊聊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咯，我们下次见，拜。